哎呀，你不能想象，昨天我老公背着我出去让人偷拍了，我很震惊。他现在在大学上课，5点下课，天天6点50左右回家。我还问过他怎么这么晚回家，他说堵车。结果昨天6点，我同事下班在小区门口看着他了，给我打电话说今晚看着姐夫了，在俺小区门口。当时我脑袋嗡讲一下子，我说旁边有女的没啊？我同事说姐夫给他拍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结果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有女的，不少呢，不少呢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大胖媳妇曾经其实底子还不错的，她经历了什么呢？她来中国之前155斤，不光瘦脸还有腹肌，这一切都发生在08年奥运会那年的夏天。她来了一趟中国，14天胖了20斤，那肚子回加拿大他妈以为她肝腹水了。当时呢倒也还好，回到加拿大很快就瘦回来了。但是人就从此不对了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眠，脑袋里就俩东西，一个锅包肉，一个烤冷面。最后决定要来中国申请研究生，第一次还没考上，但是不气馁，裸来，在中国考研不到1年，从155考到了180。所以我当时见着他的时候吧，他是个胖乎小伙，还不至于是大胖媳妇。再后来认识了我，2010年大约在冬季，他来到了东北，锅包肉的祖籍。在这里啊，他的每日例汤就是铁锅炖大鹅锅底那个汤，每日的晚餐沙拉是麻辣拌。还问我妈说，我每天喝汤吃沙拉，怎么越来越胖呢？晚上饿急眼的时候还老摸黑去贡品台跟我姥爷请老爹。那一个寒假他骤胖到什么程度，我只能这么跟你形容吧，就是离开东北之后，我们涂抹了很多药膏，才缓解了他的妊娠纹。从此颜值这不就一去不返了吗？随着体重越来越胖，头发也越来越少。我有时候看着他心里可不是滋味的，但是你要让我花钱帮他捯饬呢，我还舍不得。想用我的复原蜜，我更舍不得。尤其这个季节脸周非常干，抗老修护更明显。上妆之前在粉底液滴两滴复原蜜，那底妆非常服帖，配合双效精华，用脸更细腻光。然后他这不是上大学当老师去了吗？今天他 U 盘坏了，我让我同事给他送一下。我同事到了，在食堂见着他，回来跟我一顿告状，说姐夫11点半下课，先吃的东区食堂，下午的课在西区，姐夫2点上课之前，西区又造一顿呢。而且我同事跟我说每顿饭哈，咱不说别的，食堂给的那个取餐呼叫器，姐夫揣一兜，别人是手里一个小震，姐夫那被震的脸蛋子都哆嗦了。别人午休自习，他午休吃席呀。我今天呢，想真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外国婆婆教我的如何做女人，我受益终身。我婆婆温迪告诉我，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，你不用指望任何一个男的天生就会当爹，这事儿你肯定改变不了了。但是你能改变的是，让他也知道女的生来也不会当妈，然后给他洗脑，也给孩子洗脑。世上只有爸爸好，就夸他，就让他带，不管他把孩子带啥样，只要喂足就忍住，小不忍则一生愁。然后我就做出了改变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给妈吃一个，好不好？给妈吃一个，吃脚，长大个。哎，大口，哎呀，这盘都是素的，酸菜篓子，这盘就这俩肉的。你们喜欢吃肉的还是素的呀？肉的，巧了，妈妈也喜欢吃肉的。我告诉你朋友啊，我告诉你，让你抱吧。呼的辣的。妈妈帮我。哎，帮。妈妈，你干啥呢？让妈把这个打完啊。妈妈，我要拿泡泡。你这不已经拉完了吗？我要喝奶。爸爸没有奶。不，你有。时代不同了，爹妈都一样，爸带娃，妈快乐，这才是给母亲节最好的礼物。女生们都整点心眼，对于老公你就一顿歌颂神洗脑，解放自己的手和脚。我的好妈妈，上班回到家，妈妈快坐下，电话预备开。妈妈不辛苦。我是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。宝宝们，今天我们不歌颂妈妈，妈妈教你们一首新的歌曲吧。你入学的新书包，得你自己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没人给你当。你爱心的那3线线，他也不会帮。你委屈流眼泪，他在喇叭旁。你好，哥，我是咱们这小区的物业经理。我听不到。他听不懂，我来跟你说，看这个。
我是咱们这儿的物业经理。啊，我听不懂。啊，我好，可以。你好姐，啊，这你老公是吧？他听不懂。他听不懂，这该死的命运我也听不懂。我来自尼泊尔，听不懂，啊，听不懂。听不懂，老外。空调吹冷风，Oh, that's very nice。冷风，啊耶，冷风。听不懂。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明白。咱俩说哥啊。奇怪的时候你没有来，现在邀请你来了，不给你。老公。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吓人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可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翟奥达的 pad 上，由翟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的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你是他老伴儿呢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呢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他，把他熬走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。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。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猛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大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翟奥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。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怒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翟奥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。黑松露还流心，温迪一听黑松露眼睛都亮了，吃完连连称赞呢。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。